明显是很有力一下的。MPI 喂好不好？加彩铃。明显是很有力一下的。 Hello， 大家好，又是 Eder， 不是一个车评，只是 POV， 欢迎回到来我的频道，欢迎回到来冲上云霄系列啦。在我身隔壁这辆就是一个 X50 Executive 的版本，很多人说要我拍 X50的那个 Executive 啊 ，MPI 的那个引擎啊，但是老实讲啦，很多人都是买 Flagship 或者是 Premium 比较多。这期的视频呢，非常感谢 Racing Malaysia 把他的车借给我驾，我面对这辆车已经有几天了，哇，那个感觉非常的好。原装的 X50不是说不好驾，而是我觉得它太软。 真的是太舒服了。经过改装了之后呢，这个才是 X50的灵魂嘛，对不对？它到底改了什么呢？我们去看看 Racing Malaysia 的车 ，Let's go。 Which has determined your fate. I've never seen so clear. I feel the end and it's near. The day of reckoning's here. The sound of deafening fear. You don't die if you try. You just might get. 这个影片还没开始之前的话呢，希望还没订阅我的朋友们呢，记得按下订阅。当我更新新影片的时候呢，你们才可以及时收到通知了。隔壁这位艾们，么么哒喂。X50的 TGDI Flagship 版本呢，我已经是试驾过了，那个是很久以前，在这个价位当中已经是没有话好说，只是说它真的是太软，真的是家庭用很 OK 的。但是经过改装了之后呢，这个才是 X50。这副引擎呢，原装是一个 1.5公升3缸的涡轮增压引擎，它是 Multi-Point Injection， 它不是 Direct Injection。Flagship 的最高配呢才是 Direct Injection， 动力呢会比较强一点。这具有150 PS、226牛顿米的，配搭着7速的湿式双离合，1345公斤的重量。如果原装的动力其实是够我们日常生活用没问题，有6颗安全气囊啦、ESP 啦、ABS 所有都有，只是说它没有那个什么自动跟车系统啊、360度 camera 就没有啦。这辆车呢，其实是可以在 Racing Tuning Malaysia 的 Facebook 网页那边去看看他们这辆车的改造过程。它的名字叫 Dimensity X50 啊，高度为大概2根手指，真的是比原装低了很多。不管是从后面或者侧面看的话，都非常的帅。换上了一个18寸的轮圈，235/50R18 Hankook Ventus Prime 3的轮胎，虽然这个是街胎啦，这次没有换上 RS4 让我试驾。这辆车呢有装了 Full Super Circuit 的 Anti-Roll Bar， 那些都装完了。前头大概1根手指会比后面来的低。Hankook 的 Ventus Prime 3的轮胎也是235/50R18寸，轮圈是 Asgard Racing 的 GT0109R， 有点像 T137有没有？配搭着 Brembo F50的刹车卡钳，感觉非常帅有没有？除了底盘有经过改装之外，当然动力也要提升，对吧？真的是严严装装好，进气的都没有换，刀派也没有换 ，exhaust 也没有换。最重要的主角是什么呢？啊，看到吧 ？Racing 的 Chip Tuning，Racing 呢总共有分为2种 ，Race Chip Tuning 还有一个 Throttle Tuning。我们先来聊一下这个 Chip Tuning 是什么。它有2个 sensor，O2 sensor 还有 Turbo sensor 也是要安装的。它总共有4个款式，有 S、有 RS、GTS 还有 GTS Black。GTS Black 最高配的话，在 X50上面是没有的，那些是在 A45那些比较性能的车上面会看得到。它可以用手机来调整你要的模式。最 basic 的 S 呢，它大概可以增加一个28%的扭力还有马力 ；RS 呢会提升一个25%的扭力还有马力 ；GTS 呢会提升一个30%的扭力还有马力。在这边的话，它可以调啊，总共有0到7，零的话就是 neutral 原本的车的 mapping。那么如果你调到去5的话呢，我们日常生活用啊，可以
以在省油或者动力中间呢，可以兼顾得到。气呢，就是它的这家动力的一个模式。我上山呢就会调成气。这个 chip tuning 呢，你不用担心是 made in China， 完全都是 made in Germany，import from Germany， 所以你不用担心安装你的车之后呢会爆啊还是什么的。那么因为很多人问我，Adrian 啊，我买了什么 Civic RS 啊，或者是什么 HRV Turbo 啊 ，X50 Turbo 啊，新车出炉想要改车，但是又怕 void warranty 有没有？你去外面做 remapping 的话呢 ，remap 一定是会把你原厂的那些 mapping 拿掉，对不对？他会改他们自己的 custom 的 mapping， 一定是会 void warranty 的。如果你不好好做 tuning 的话呢，它很可能会爆 engine。这个 chip tuning 呢，你就不用担心，它是一个 plug and play 的。如果你的车要 claim warranty 没有关系，你驾回去 Ship Malaysia 这其中一个 branch 里面，它马上帮你拆除，而且是免费拆除的。去 claim warranty 之后再回来装上去就可以了嘛，对不对？那用人话来讲呢，装上这个 chip tuning 的话呢，它不影响保修，也不会爆 engine， 就是这么简单。因为它根本是无法超越原装的 ECU 限制。我们原装的引擎呢，大概是可能 boost 啊0.98，装上去了之后呢，可能它会提升到一个1.18还是1.28左右，它会自动去调，反正它就是不会超过原装的 ECU 限制就对了吧。Chip tuning 呢，就是当我们买了个鸡饭，它拥有的鸡，对不对？有了灵魂，但是却少了一点点东西。我带你去看装了 Chip tuning 之后呢，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东西要装。引擎打开。那这个版本呢，它是没有那个像 flagship 这样有没有？它是一个 full digital screen， 也是蛮好看的啦。对我来讲哈，这个就是买鸡饭的一定要配上它的鸡的饭，才有它的灵魂。这个就是 throttle tuning 啦。当你的油门踩着58%，它可以给到你大概78%的一个反应。那么它有几种模式啦，有 E+、E、Eco Mode，N 是 for neutral， 车原装的油门踏板的反应 ，S 跟 S+，R 呢跟 R+ 就是 race mode。等一下我把上山的话呢，我会把它放到 R+， 可能我踩一个58%，它可以给它个70-80%的一个反应。可能说骗油门而已嘛，对不对？对于一个车手来讲，除了动力还有底盘之外呢，还有一个最重要就是 response， 油门反应很重要，它会减少我踩油的时间。我这样一脚油门踩到底呢，可能需要0.2秒左右嘛，但是它可以减少我那个0.1秒的这个迟缓。那我们去试驾哈，有多好，一下子冲啊！因为刚刚我直接放到 Plus R+哦，所以它的油门是最 aggressive 的一个啊。对，忘记了 Sport Mode 很重要，直接把它切换到 Sport Mode 有没有？看那个多快有没有 ？OK， 那这辆车的话呢，经过 dyno 之后啊，它的原装的马力呢，大概是139 wheel horsepower。你不要看它原本讲什么150匹啦，那个是 on paper 不了的啊。经过这个 chip tuning 之后呢，它提升了一个38%左右，它拥有着160匹 on wheel， 扭力呢从原本的221提升到一个260，所以我驾起来很爽哦。这个executive 的动力根本就像一个 flagship 有没有？现在加起来，哦，我很喜欢它的感觉，它比较，尤其是这个刹车有没有？爽太多了。哦，那个刹车太好了。哇，有没有？很暴力，有没有？而且它底盘真的有做升级，就是好。这辆车也是有下过10磅哦，成绩还不错，比low 3分钟。啊，简单 understeer。哇，太好了，这个，因为 adjustable 就是好。轮胎呢 ，Ventus Prime 3不是很好办，还抓得住哈，因为它235嘛。如果是 RS4 的话，他们下 track 用那种啊，我跟你讲，挺废的。OK， 它的原装的 TCU 是没有换啊，还是很保守的，有时候它不给你降2档。2档会比较保守，你看我现在3000转它都不给你降，它真的很低转的时候啊，才给你用2档。
很爽驾，我喜欢那种感觉。X50该有的灵魂，因为它这么 sporty 嘛，对不对？又是你啊！刚刚拿错 line 的那个、啊，不是啦，对不是，刚刚有 rap 的。 ，understeer 搞搞。我够用哦，很够用哦，这个。哎，哎，一鸣哦，哇，这个，因为之前我驾 X50呢，它的灵活性还不错，还好过 X70太多了。但是因为是它的悬吊软哈，变成它的反应就是慢了那一点。哦，现在有灵魂，有灵魂，它有 Brembo F50，太有信心了。哇！而且这辆车有一个小性格，它的屁股会比较不听话一点，好像要甩出去的感觉哦。就是当你 throw， 你可以做 throw begin。它不给我降2号牙，所以3号牙这样子上也是 OK 了。它是够力推哦。哇，定哦，够了哦，很定是不是？而且我油门不用踩得太深，我就是踩到一点点，那个油门马上给一个最大的那个反应哦，所以我油门迟缓的那个时间就变少了很多。所以我说一个鸡饭呢，其实灵魂还是那个鸡那个饭有没有？所以 Chip Tuning 就是那个鸡 ，XLR 就是那个饭。DCT 7 speed wet clutch 会比较慢啊，不要想象它是一个 Volkswagen 的多 clutch 就可以了。哦，好定啊，好定啊！样，这个是 X50吗？不像是 X50的，感觉我像坐在 Golf 里面。国产的 GTI 而且它不是direct injection 啊，它都可以给到direct injection 那种动力哦。现在我相信direct injection 啊，如果去上马力啊，应该160匹有吧，所以我的动力应该是 flex shift 的动力哦。哇，老大，隔壁有车哎！他走在路中间。哦，有小 V6的声音，没有改过什么 downpipe exhaust， 完全都没有啊，就这样子去而已哦。动力好，操控也好 ，Dimensity X50。要会玩它的牙哦，要真的会习惯它的那个变速箱要这样去玩哦，因为你知道它比较保守嘛，什么时候该降档，什么时候不该降档，大概要懂哦。
来要再加油一点。Bro， 你知道我是 X50 Race Chip 嘛？所以这个 Race Chip 果然是真的是有提升动力，不像那个某某某品牌啊，那种装下去只是那 ODB 啊，总有看过吗？没有用的那个。哦。你有听到那个声音吗？那个 turbo 啊，力来的很顺，它也是很保守的顺畅。哇，这个 Super Circuit 的把 best 呢 ，best。这辆车的毛利大概5万多了哦，5万4，一年车。它可以放心的在过弯之前去踩完油。哇 ，M 有东西抓极好啊！哎，如果没有这个的话，我怕我抓错东西。太爽了，而且我很喜欢它的 steering 哎，够小力，不会很大力。轮胎就很容易焦啦，因为是 Bender Fine Tree 啦 ，Bender Fine Tree 就它不是那种 UHP 嘞，啊，可以给到这样的性能，你说，玩到 traction 的话一定很好玩。这里可以用二档了。如果这辆车可以加 pedal shift 就是好，因为我感觉到很不方便啊，这边换挡，尤其是它的档挂很小个，我几时的人家才会研究到加一个换挡拨片下去。哇，那个动力，最近驾的车都是很猛的哦。有没有感觉到这个 brake 很好嘞 ？Rainbow F50。这里有一个 up， 那个力很猛，有没有？有。我老哎，源源不绝，一直来有那个力，所以这个 NG 其实是有潜能的，只是 Proton 把它那个潜能把它放在洞里面了，限制了，所以 Chip Tuning 把它开了一点。当然不是把它开完啦，如果开完的话呢，就有那个 risk， 有那个危险性在那边。啊，最简单的地方来了。太容易拿烂了这样子，它不会像我上次驾那个什么车来着 ，iX3 啊，
哇，那天我最印象深刻的，很鬼推头哦，那辆车啊，然后它的车身超重了，我讲哇，这个 SUV 的感觉太过 SUV 哦，这辆车毕竟还是 compact SUV 哦，比较小辆一点，哦，爽很多 bro。去，你看那个力不会 cut 的有没有？哼，源源不绝的动力，没有 cut power， 没有 cut 自 power， 来。 very good 啊。哈哈哈哈哈！啊，够了，把那个 throttle tuning 调下去 N 吧，然后 Sport mode 关 ，Manual mode off。到了吗？我到了。这样 ，Evan， 这个 X50爽不爽？爽了。原本以为好像没有什么力哦，1.5 turbo 而已嘛，在还没看到好像很好欺负这样，看到有两 sticker 连着 race chip 的。不要惹它哦。Race chip tuning 呢，把前面 plug and play， 如果真的是要 claim warranty 拆出来，然后去 claim warranty 就是这么简单，而且它不会出现任何的 fault code 啦。这样才有一个 Race chip XLR， 它也就是说它的 throttle tuning 啦，真的会有帮助到我们跑山路的时候，因为很多 F1 车手或者是其他赛车手来讲呢，也是蛮重要的一个点 response 啊，这辆车。好太多了，原装的 X50啊，它油门会慢的，你知道吗？你要出入口之前，出完前你一定要踩油，真的要给它一点时间反应了。这辆车不会的，你看我每出一个弯，它已经给完了我所有的油门了，所以哇，真的是爽啊！这操控性很好啊，很棒。动力来讲，我也是没有好嫌弃啊。你们也看到它的0到100的数据，有 chip tuning， 还有一个原装来讲，你看到它的这个差别了吧？这个 adjustable 蛮舒服一下，它会比原装跳很多。其实对于我这种比较习惯的人来讲啊，我会比较喜欢这种，你过弯的时候才有信心嘛，对不对？如果太软的话，你过弯哦，你感觉到那整个车玻璃肉太严重了，所以感觉到另外一个轮会不吃地不咬地。有 adjustable 是真的是好很多，对吧？方向盘很精准，我很喜欢。上山的时候很好用，我不需要把它拔到很多，有没有？它这辆车是快的。好了，我们的 X50 by Race Chip 呢的车终于上到顶了。我希望透过这个影片呢，让大家更了解什么是 Race Chip tuning。以前那个年代，人家讲很多问题啦，什么，那个是以前的事情，那个是7、8年前的事情。以前的德波车也是很多人讲很多问题啊，但是现在街上也是很多德波车，是不是？很多人说 Dual Clutch 有问题啦，啊，那个 Tronic 会坏啦，对不对？但是这个年代已经是没有了的，东西都会随着时代而进步嘛，对不对？现在已经来了很多代了 ，Race Chip 呢也是一样，从以前到现在也改款了很多。我去看看这辆车。所以认得这辆车有一个 chip tuning 的，不要去惹它哦。还有 F-Tune Racing Suspension， 之前的 Dimensity X50呢不是配上这一个轮圈的，我个人认为这一套会比较好看。这辆车的动力不用说很好，底盘也很好，我很喜欢，降低车身。如果你们有兴趣想要了解 Race Chip 的话呢，你们可以到它的网页或者是他们的 Facebook page 呢去了解更多。我会把链接放在 description 下面，你们可以去了解，也可以去他们的这个 branch 去看看这个产品，不影响保价，绝对也不会爆 engine。X50 good 啊！好了，各位，影片就到此结束啦。如果喜欢看我的影片的朋友们呢，不要忘了按赞、订阅、分享、打开小铃铛。我们下一集的 POV 再见 ，Goodbye。